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，欢迎来到我的练球日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防守的练习。那今天的示范影片就是我之前在台大校队那边，就是帮他们练防守的时候记录的。那今天的防守练习的菜单呢，相对来讲比较基础一点，应该说中等偏基础。那今天看这支影片的话，就是如果说你们的队上啊，或者你的朋友、球友基本动作都 OK 的话，那想要练点防守就可以用今天的菜单。你们已经会低手对抢了，或是已经会去移动接球了之后，再来练的防守，那可能会包含一些移动接球，然后移动接扣球，然后防守倒身之类的训练，其实就很适合说，不管你是系队、校队，或者是喜欢在外面打比赛的人，透过这样的练习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增加大家的防守能力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第一项练习是敏捷防守，它的概念是利用左边一颗、右边一颗这样子的方式，让练习防守变得更有效率。那可以根据球员的能力，然后去做调整。像是如果比较基础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左边接一颗 chance ball， 右边接一颗 chance ball。那能力好一点的话，就像影片中这边就是左倒身、右倒身这样。那这个练习我们通常都是3个、5个这样子奇数的人数去操作，因为如果说是奇数的话，就可以一左一右、一左一右，下一次回来排队的时候就会换到另外一侧。那如果说是偶数的话呢，就会变成是一直都在右边或一直都在左边，这样就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两边都练到，可能就是教练这一边要再额外再去调整他的抛球方向。OK， 那这一个练习它比较难的地方是教练的操作，因为教练的操作你必须要去控制到你的球员，看他是要低手去在一个好的位置接 chance ball， 还是说要让球丢平丢远，然后丢在他的右前方、左前方，让他去做倒身。所以这个练习其实没有到很难，但是在教练的操作上要求是蛮高的，因为教练动作要够顺、够快，那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有人帮忙递球。那有递球的话，可以保持一样的节奏，然后一直不断的让教练去丢球。那教练的丢球就可以专注在把球丢去我们想要让他倒身啊，或是让他接chance ball的位置。像我这边除了是抛球的方式去让他们做左右倒身之外，那教练的操作可以再更难一点，就是用扣球的方式让他们去做左右倒身。那一样是做左右倒身，可是球速不一样，那我们做起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。第二个练习进退防守，那这个练习就是让防守者在3米线，然后跟大概6到8米左右的地方来回进退做防守。这个练习的重点是让防守者在往前的时候接小球，不会把球接过头、接过网，就是要求小球的好球，然后跟往后退的时候，当球要扣下来的时候，要去试着去摆好它的重心，然后重新再去做移动啊，去找球，这样子就是避免一直往后退，然后重心在后面，结果往前的球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就是在往前跟往后之间去做练习。那教练的操作就是给他一颗小球，3米左右的小球，然后跟一颗扣在6、7、8米左右的长球，然后就是这样一前一后、一前一后这样搭配。那有时候可以去给他一些不一样的长球，像是丢远一点的 touch out 啊，这样就不只是练到接强球的能力，那也可以去练习自己脚步的反应。那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教练可以根据球员的能力，然后来调整我们的强度。那像是要扣球要扣强一点，或是扣在他的脚边，让他一定要去移动去救球、去接球。光是扣在他身上的哪里，其实就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进步。就是你扣在身上的球，让他能够接得到，跟你扣在他脚边，让他必须要反应之后才能接得到，这两件事情就难度上就蛮有落差的。因为有些人其实在看到球之后，不代表他的身体来得及动，所以会变成是说这种球很不一定可以马上就守得起来。那透过不断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之后，他们一定会开始让自己的身体看到这种球的时候有所反应，那这就是进步。这边其实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他都会把球接到那个我们的相机这边。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，因为我们举球员大部分会在这个位置，就是3号位跟6号位之间，在这边去举球。那
当球接得太贴的时候，其实他举球员很难去举，所以他防守的球最后球的落点都在那个镜头的前面，所以这是一个蛮刚好的位置。那博凯这边的防守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，是他每一颗球都会尽可能的往场内勾，就是所以你看像这边的话，我就会很刻意的把球给得更难，就是不会是说只有扣在他身上的球，而是除了扣在他身上的球之外，直线的touch out也有很多，因为大部分我们在防守的过程，就是拦防的过程中，直线的 touch out 往外面的 touch out 其实是很难接，也很难反应的。那这时候去多做一点练习的话，我们是希望说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守到，有机会，因为不代表一定守得到，但是有这个反应的话，就很有机会可以让这个球守起来。对，其实我们的练习就是这样，我们练了10颗，然后你在比赛可能只用得出来1颗，就很像这种感觉，就是不断的练习，就是为了让比赛啊、让打球啊能够使出就是你想要的那种球技。第3个练习是定点防守。那定点防守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就是在我们之前的太阳神练习啊，或是 vlog 都会看得到。那这是我们还蛮常练到的一个练习项目。那这个练习就是根据你的位置，你可能是快攻，你可能是大炮，可能是举球，那你们会有各自的要去守备的位置。那我们的防守的逻辑就是守一颗直线，然后守一颗斜线，守一颗直线，守一颗斜线。那根据我们的拦防站位去站。那像现在防守的是快攻，那在我们的站位下，这个快攻它通常会是守在5号位。那所以说他在守斜线的时候，他大概会站在3米线到5米之间，在这个范围内去找球。那守直线的话，就是退到直线大概6到8米左右，站在这边守一颗直线的强球。那透过这样子一直一斜的方式去熟悉这个防守站位，然后让我们在比赛中可以更轻松的把它用出来。就是除了在练习防守之外，也要同时在练跑位。那教练的部分也是可以直线、斜线都扣强球，那也可以去做一点吊球啊，像有一些变化、touch out之类的一些动作，然后也是让我们的防守者可以练到更多的练习。那再来我们换一个位置就是1号位的防守。那我们这边通常会放的是举球跟复位。那1号位的防守其实就跟5号位防守一样，然后就是反过来镜像，那就一样斜线守在3到5米之间，然后直线推到6到8米之间这样，所以两边其实是差不多的。第3个位置是6号位的防守，这边我们通常都是安排主攻手在这边防守。那6号位的防守其实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拦网手的后面，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通常都是让他们去移动到比较大脚的地方去防守，或者是守一些往后丢的touch out的球。那这部分就是根据你们的拦防阵型，然后去安排说这个6号位是守在大斜角还是直线，这2种阵型都有人用哦。所以要先弄清楚自己的防守阵型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防守的练习。其实防守练习没有很难啊，防守练习就是接强球嘛，接扣球，接旋球，接飘球，短球，接chance ball。其实你都知道是接什么球了，只不过是你要去搭配什么样的动作，像是倒身啊，像是移动啊，然后像是大移位啊，或是阵型啊，就是只要你给它一个情境，它就会有更多的变化。那就是这样的变化可以让整个练习变得更有趣，那也可以有更好的练习效果，那大家进步也会变得更快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练球日记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跟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